美国挺台的时代都结束了，我们在胡言乱语什么？不，这是连得3座普利兹奖的弗里曼他说的。他说，连川普会不会保护纽约，他都不确定，更别提台湾。因此，他的建议是强化经济跟科技才是台湾最好的防御。你说这会是危言耸听吗？只给你看一件事：2020年，川普政府宣布对台军售暗置余差。说是最速舰非做不可，5年完成火速交换 ，get go 嘞！5年变10年，10年变12年，现在多久了？余差在哪里？美国总统会义无反顾保护台湾的时代，真的结束了吗？事实上，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啊，一直让大家会觉得，就是说，你为什么好像一面讲说台湾是你最坚强的这个盟友，但是另一方面做出来又让大家觉得说，美国到底有没有要跟台湾站在一起的决心呢？你光看哦，美国的这个所谓的战争部长之前啊，才到韩国去访问，他那时候到韩国去的时候，就传出来讲说，哦，他们其实重新在谈论说呢。驻韩美军呢，未来他所扮演的角色，而其中有提到说，是不是在亚太里面啊，这个所谓的驻韩美军，还有包含韩国啊，他们本身会负担更重要的一个角色之外，还有一个有没有可能要把协防台湾这个议题，同样纳入他们的这个任务需求里面？所以，美国对台海的安全其实是做出了承诺，它也有规划。过去是日本有，台湾有事，日本有事。驻韩的美军，我们很少去讨论到，现在他们都要纳入协防台湾，那我们应该可以稍稍安心了啊。但问题是有一个叫做弗里曼的人哦，他的看法却有点不太一样。这个弗里曼呢，他也不是一个无名小辈啊，他曾经获得3度的普利兹奖哦。结果呢，他自己就提到说，其实他按照他观察这个所谓的川普啊，他根本没有办法确定川普会不会保护纽约。老实讲啊，能不能保护纽约？纽约不是美国本土吗？如果他对于这个川普都没有信心的话，他就提到说，更遑论是台湾的角色啊。所以弗里曼其实他有讲啊，他就说台湾其实应该要适时的去做一些的调整，包含到我们现在对两岸关系的态度，是不是一定要坚持啊，走在天平的两端？还有呢，我们另外在这个所谓的 AI 啊或者半导体这个部分，也应该要持续的强化。不过呢，他提到了另外一件事情是，就他的观察来说，他非常相信美国总统会支持台湾的时代，这个呢早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任俊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标题，其实非常非常的吓人，有脉络的铺排，可以支持他的结论吗？当然，对台湾来讲哦，美国愿意给台湾最大的承诺，就是来自于军售武器嘛。对。过去台湾跟美国买的这个军购武器啊，都只能买那个所谓的他2战之后或者他已经除役的东西。不过这几年一直说哇，美国现役的装备啦都要卖给台湾。但问题是合约也签了，你说要卖，我们也都答应了，连钱我们都编好了，但东西在哪里？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哦，像美国军售这个所谓的鱼叉飞弹。这个案子是2020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川普政府他就直接宣布说这个军售案很重要，而且还讲说呢，这个有战备需求的这个问题啊，他也非常紧张，要在5年之内完成啊。但问题是呢，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准时交货啊。一开始说要不断的延长，现在说要延长10年，不过到目前为止只有少部分交货了哦。那我们花了886亿跟美国采购啊，到底买了哪些型号？比如说呢，它如果是一般型，射程可能就是180公里。如果它在加强型的话，事实上也有可能到400公里左右。那现在到底是这个哪一个型号会交付给我们？据说啊，连这个立法院里面啊，很多人也都搞不清楚这个状态之下，那这种东西遥遥无期的情况，如何去确保？就是说，美国你连交货都很困难了，那你的决心在哪里呢？而且其实，在台美关系里面啊，你记得之前 CNN 曾经报道说，我们的外交部长林佳龙9月份下旬的时候，在纽约啊参加了一个参会。但是呢，本来预估啊说这个有美方重要的宾客会到场，但是都没有来。结果呢，你知道我们外交部长林佳龙立刻啊，他就出来讲说啊，我告诉你哦，事实上就他的认知说 ，CNN 的背后居然有集团在搞认知作战啊。还说呢，有适当掌握外媒的消息来源管道，还有甚至连游说团体就进来。外交部赶快就澄清了哦，说啊不要误解，不要误解啊。他说第一个那个参会不是外交部办的啦，他的林佳龙是受邀参加，而且主动就 PO 了几张照片，告诉大家讲说啊，我告诉你啦，我们只是没有办法这个大家公开，但你们质疑我就只好把相片 PO 出来。但重点是什么？外交部就说呢，哎呀，这个林佳龙说法不是针对 CNN 啊，他是说呢，有心人士意图操作错假信息，甚至还透过什么国内媒体跟社群啊扭曲跟扩大。可是你知道记者立刻就问啊，他说你今天讲有这个所谓的认知作战啊，
那到底是境外的团体在认知作战，还是你国内？搞不好是你执政团队里面也有人在释放假讯息。但是林佳龙被问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直接不回答了，他只有说呢，你们有讲错的啊，你们自己要去承担跟面对。但问题是啊，CNN 你想想看，他作为一个国际知名的媒体，他有可能在没有任何资讯的状况之下，没有去做任何的查证，就直接发布这样的讯息吗？我们也真的希望弗里曼说，美国挺台的时代已经结束，根本是危言耸听。但是他没有说出的潜台词，在新闻版面上呈现出来。我们更担心的是，会不会美国自己弄得呀错？他还有余力可以协防你台湾吗？美国想要继续扮演世界霸权的这个角色，甚至想要当这个所谓的公平正义的这个守护者的话，你美国的军力，你能不能负担呢？你看到最近这个美国华盛顿号啊，他们这个航母啊，到了釜山去访问啊。那到韩国釜山这个当然是一个大新闻，结果川普就讲说，哇，从今以后啊，如果啊美国决定要开战的话，我们一定会打赢战争啊。但问题是，以美国来讲哈，它最强大的海军的战力就是所谓的航母。航母现在它整个的航母系统呢，也被认为说，会不会有青黄不接，甚至有可能没有办法现在维持这个局势的一个状态哦？怎么可能？它是全球军武的霸权科技之牛耳，哪有说航母做出人家的？其实我们现在在看美国的航母啊，他们现有的这个所谓的11艘航母，其实都已经服役很长一段时间了。所以他们现在不断的要建造新的航母进来，特别是航母最重要，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传统的航母都是使用这个所谓的蒸汽弹射，是后来呢都讲说新一代的航母全部要做电磁弹射系统。对，但问题是川普呢，居然他就说，他已经承诺要签署这个行政命令了啊，接下来美国海军呢在新航母的这个动力上面啊，要采用蒸汽动力的弹射器啊。你都丢嘞，你怎么可能去走回头路？为什么？但问题是你刚在画面上面看到美国新一代的航母福特号上面啊，他们已经使用这个所谓的电磁弹射。对呀，蒸汽弹射对他们原先在推电磁弹射来讲是一个过时性的一个产品嘛。对。但问题是呢，川普的说法是这样，他说我跟你讲，电磁很好啦。但问题是，如果它坏掉的话，你要找麻省理工的这些顶尖的专家才能弄。它不像传统蒸汽弹射啊，它如果有坏掉的话，我拿几个锤子啊，跟几个喷灯啊，就那种喷枪什么的，我就可以把它给修理好啊。过往美国在使用蒸汽弹射里面，唯一一个所谓的军工部门啊，它这个公司早就已经宣布倒闭了。它为什么宣布倒闭？因为美国政策跟人家讲说，我不要用蒸汽弹射了。对呀，我通通要改成电磁弹射，我要独步全球啊！所以第一个他没有订单嘛。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你今天讲要做电磁弹射，那我就全部去研发电磁弹射了。是，所以我的蒸汽弹射这些部门，我根本早就已经没有了。对，所以这个公司就宣布破产，还停止营业。好，你现在说我要重新要回到这个所谓的蒸汽弹射，你说我接下来好几艘航母都要用，但是你生产线要重新开，这一开下来，这个公司能不能说我有几十亿美金帮你把这个生产线重新开下？这都是个问题呀。所以问题来了，前面几艘服役超过了半个世纪、50年以上的老 Coco， 他们必须要除役。那新的蒸汽弹射你又做不出来，完蛋了，这变成内外夹击双杀。所以从头看到现在，当美国内部还在辩论该不该挺台湾、会不会挺台湾的时候，要不要抬头看看共军在做什么？以目前中国来说，它的3艘航母啊，辽宁舰跟跟之前的山东舰啊，都已经正式服役了。那现在传出来讲说，福建舰啊，很有可能啊，即将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呢，正式进入中国解放军的海军进行服役，也让呢这个所谓的中国海军进入所谓的3航母的这个时代。而且呢，外界研判就是说，如果福建舰正式去服役的话，很有可能现在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啊，也会出席啊，这个所谓的交接典礼啊，这一个状况。你刚刚特别提到什么蒸汽弹射、电磁弹射，这个是电磁弹射啊，是哦，所以你就看到了威胁感立刻来了。3航母时代意味着什么？以前你说全球最强的就是美国海军，它现在3航母了，它虽然还是处于落后，但是步步进逼。接下来台海会不会战略失衡呢？当然，现在大家在讲说福建舰这个服役的这个状态来讲啊，不会是只有单一艘的这个福建舰进入服役。事实上，这个划的这个警戒区的这个范围啊，就是位在海南岛的这个附近啊。那它的整个的因为禁航区域啊，事实上规模会有点大，所以外界也都认为说，可能不是只有单独的这个福建舰啊要进入要服役，很有可能它的所谓的航母打击群会一同入列，包含到了作为这个093B 的这个核潜舰，还有呢这个2栖攻击舰，还有这个大型驱逐舰这些所谓的整个
个的这个航母打击群都进来哦。所以如果进来的话，对于他在南海的这个海军战力来讲哦，一定会大幅度的给增加。特别是刚刚俊相提到了，就是说电磁弹射哦，你到底有没有办法实质运用在这个真实的状况当中？那现在的中国官方的讲法是说呢，他们花过去在1年多的时间里面，已经完成了歼35，还有歼15T，甚至连空警600这个所谓的电磁弹射的起飞跟拦截着陆的训练。所以呢，你现在看哦，如果它3个这个航母舰队通通都成型的话，对。按照它的这个所谓航母打击的作战半径来说，很有可能会让它原先只有2艘航母舰队的时候，它只能局限在第1岛链里面，而现在再加了一个，按照它扩大打击的这样一个范围里面，就会让它的作战半径有可能突破第1岛链，而进入到了第2岛链的状态。而且呢，刚刚提到就是说它的这个076哦，目前这个所谓的2栖攻击舰也有可能即将要服役了。那这个2栖攻击舰很特别，是你可以看得到哦，以它的这个甲板上面来讲，这个就是小航母的概念是，其实一般来讲哦，过去就称之为叫做直升机航母嘛哦，而且它采用全平面的这个甲板性的设计。但比较特别的是呢，现在传出来讲说呢，这个076的2栖攻击舰上面居然也配备了所谓的电磁弹射系统啊。那什么样的这个直升机航母需要用到电磁用到这一个，所以外界也认为说有没有可能他们想要在这个所谓的小型航母上面啊，去发射所谓的舰载攻击无人机啊？你在画面上面看到的这个是中国啊，现在告诉大家讲说，他们有攻击21的这个舰载无人机啊。已经进入到什么飞行的阶段？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事实上这个无人机啊，它在整个的这个平面上面呢，看起来比其他的飞机来的小。但问题是呢，它是一种所谓的攻击11利剑的无人机的这个版本呢，而且最重要的是呢，它现在已经在这个画面上面开始进行实质的这个所谓的训练的这个状态之下，那你想想看啊，如果它把这个无人机搭配在它未来的这个所谓的2栖攻击舰上面的时候，是不是代表它除了实质的3艘航母战力成型之外，还另外多增加了外界其实很难去掌握的这种所谓的无人机攻击的战力？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俊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